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宁夏的中卫。之前我们在重庆看到一个丰都鬼城，里面有我们熟知的奈何桥、鬼门关、黄泉路以及阴曹地府，那个是全国唯一的鬼城。但是呢，这个阴曹地府啊，在全国却有很多。像我们今天来的这里呢，就是中国4大地狱之一，俗称的阴曹地府。里面呢有18层地狱，还有我们常说的阎王。现在呢，就去这个地狱看看阎王是什么样子的，还有18层地狱分别代表了什么。说到中卫，大家可能又会想到沙坡头，这里有沙漠。其实呢，这里还有地狱，有高庙。这个高庙是一座寺庙，它始建于明朝永乐时期，大概600-700年的历史了。地狱就在里面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狱或者阴曹地府，它都是在寺庙以及三教室里面。因为这些地方属于特殊的地方嘛，基本上会放在这个地方。这里尽管说是一个寺庙，但是也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园，很多当地的人们呢会在这里嬉戏游玩。高庙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地宫，一般地狱啊都是在底下的，就跟我们走陵墓一样。通幽，这个就是通往幽冥界、通往地狱的通道，从这里进去就是地狱。幽冥界，这是虎头牢一样，它这个里面素有各种青面獠牙的怪兽和面目可憎的鬼神，多以忠孝廉政的故事警示世人。里面呢有点像迷宫一样，现在里面还放了一些音乐，感觉好点恐怖啊。我们之前在重庆丰都鬼城可以看到鬼门关、奈何桥和黄泉路，所以说进地狱的话要走这些道路。你像我们前方看到的就是奈何桥。众所周知啊，奈何桥上有一个孟婆喝完孟婆汤忘记前世。那这里呢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些人都是在排队过奈何桥，这个应该是孟婆吧。过了奈何桥，那肯定就到了鬼门关了。这就是鬼门关，鬼门关下面是牛头马面。牛头马面大家非常熟悉了，他们是阴曹地府中最著名的勾魂使者。鬼城丰都以及各地城隍庙中均有牛头马面的形象，马面是和牛头一起出现的。其实佛教中最初只有牛头，传入中国时期，由于民间最讲究对称，所以说才配上了马面。现在我们就从鬼门关进去，然后这边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黄泉路。你看，黄泉路，阴曹地府。黄泉路过去就是阴曹地府了，然后在两侧呢刻画了很多壁画，大家听听这个声音，看看这里写的什么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就是说不管好与坏，迟早都会到来的。整个这个地狱其实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说，大家要与人行善，多做好事，不要做坏事。包括我们说里面18层地狱各种刑罚，就是说你在生前做什么恶事，在这里呢可能就会受到惩罚。你如果一直做好事、做善人，就不会了。这个就是地狱地宫的平面图。18层地狱并不是像我们楼房有18层，而是分别代表着18种刑罚。罚恶施，赏善罚恶，就是说你做了很多善事或做恶事，在这里是有人区分的。这里是一个铁床狱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吓人？7天毁地，就是说这个人做了很多恶事，然后躺在一个铁床上受到刑罚。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恐怖啊？这里的刑罚呢是刮眼睛，也是好恐怖啊！就是在以前呢造假、作伪、骗人财，所以说才有这种挖眼睛的刑罚。这里展示的是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，这个在很多资料、影视剧、小说都会讲述。就有些人帮了你，结果呢你还出卖人家，还反过来对付人家，说的就是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。铁魔狱，看一下这个更恐怖，这还会动呢。后面是楚江王、十殿阎王嘛，我们也了解一下，阎王并不是代表一个人，
在地狱呢有10殿阎王，这是第2殿楚江王，还有我们熟知的秦广王等等。前方这里是铁侧狱，这里有2个含义。第一个呢，展示的是魏征孟斩龙王，读过《西游记》的人应该都非常熟悉了。龙王呢没下雨，或者下雨很多了，就被魏征斩掉了。魏征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？因为他也算是阴曹地府的4大判官之一。这个我们在《丰都鬼城》单独介绍了魏征作为判官。那这个铁侧狱呢，还有一种说法是生死簿的存放所在地，因为生死簿上记载着每人的善恶功过，来此篡改人数数不胜数。其中《西游记》当中，孙悟空大闹阴曹地府，便篡改了自己的生死簿。地府呢，为了保护好生死簿，便把生死簿写在铁片上，装成册，并命令判官崔杰保管。其中“铁证如山”这一词语呢，便是来自如此。还有这里呢，好像没有展示，这里只看到了魏征，还有后面的6阎王，善恶功过自己造，铁证如山难脱逃。铁证如山就是这里来的。铁侧狱把人的寿命长短和人善恶联系在一起，目的在于劝诫世人要多行善事，多做好事。来参观人还挺多的，我刚才看到2个女孩子在这里参观呢，好像有点吓哭了，从里面呢一直往外奔跑，因为每个这个地狱里面呢会播放一些恐怖的音效音乐，他们2个一听到吓得不得了，大叫啊，然后跑出去了。在这个地方还真的有可能会被吓哭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油锅狱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下火海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主要惩罚的是谋财害命之徒。你看前面一个大的油锅，这个非常好理解，我们就不用解释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宫里面的通道都非常低，很多人都要低着头走路。它在这里的含义呢，就是低头思过，低头悔过。现在里面非常安静啊，大家走这些地方会不会害怕？主要是比较漆黑。一般我们说这些鬼城或者其他特殊的地方，晚上是不要去的，天黑之前一定要离开。地藏殿就是里面有地藏菩萨，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，有一句经典的话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我就不离开。说的就是地藏菩萨。尽管说地藏菩萨是在地狱，但是有一点，正常来讲，这个地狱是单独成一个体系的。为什么地藏菩萨会来地狱呢？其实如果大家看过一些资料，可以了解得到啊，自从封神大战之后，地狱阴天子啊跟那个什么娘娘消失之后，地狱的实力啊就不从前了，所以才说有那个地藏菩萨来到地狱。拔舌狱这个很好理解了，就是在生前喜欢说人坏话，用言语骗人，或者用诈骗骗人，那么来到这里呢，就要拔舌头。是非皆因多开口。后面是4殿阎王，这个就是说不要用言语去害人，我们常说的诽谤也可以这样说。斗称狱，这个应该说的是欺行霸市、缺斤少两的。这个前面是9阎王、平等王，就是要公平公正，那缺斤少两就不代表公平公正了，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要受到惩罚。火熬狱，这个就更好理解了，用火来惩罚人。申冤狱，这里讲述的就是含冤，可以在这里申冤。里面展示的就是杨家将和潘仁美的故事。杨家将含冤驱使潘坚相地狱受刑，说的就是这个场景。后面呢是10殿阎王轮转王，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很多阎王了，这么多人来地狱了，这是一个旅游团吧，几十个人。我们出地狱，然后很多人要进入地狱。我们已经从地狱里面出来了，确实非常大，不愧为中国10大地狱之一。在这个地狱里面逛了一圈，其实还是有些感悟的。最通俗一点就是说，尽量不要去做坏事，不好的事情也不要去做，尽量多做一些善事，多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。
那中卫地狱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再见。